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两块底板，包括这两面套胶，一个是 R 码的水果笋 ZLC， 一个是 S 码的超级水果笋。它这两面的套胶是一样的啊，都是奔腾国套40度蓝海绵。这个反手我想测试一下，这个38度，这也是奔腾的国套啊，它是个红海绵，它就类似于37柔或者是省套38狂飙的这种感觉啊。首先先说说两个板子的对比。这刚刚打完哈，正好有点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指导价一个1980普水，一个是2380超水啊。当然那个实际买起来还会有一定的折扣。先说说这两板的区别啊，超级 ZLC 和 ZLC， 也就是超级纤维编织密度大一点啊，然后天区稍微大点。它俩打起来最主要的区别，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。超水呢肯定是速度快一点啊，脆弹的感觉多一点，而这个普水打起来手感就非常扎实。或者说手上的反馈信息，所以超水呢可能会稍微多一点，感觉它更透一点，这个呢更扎实一点。那么当然这种感觉没有谁好谁坏啊，你要喜欢速度快的，肯定超水快点，普水呢相对来说慢一点，但其实普水并不慢啊，只是跟超水相比，手上的感觉呢，其实我更喜欢是普水，非常扎实，手上有数啊。但是你要如果发力不太好，其实中小力量下借力的感觉，包括球速啊，也就是说这个超水更容易出质量。那么从摩擦的角度来说呢，普水更好一点，旋转更强。那么拉出去的球呢，它是偏转啊，这个普水，超水呢是属于偏快，它没有超张那么快，但是它过去的球，尤其是老马的，它过去也是一道白光，速度非常快，包括稍微退台以后，实际它俩的底劲儿，接着说一说，超水没有普水大啊。那么在没到它俩上限的时候，拉出去的球。就是你退台以后啊，依然是超水的速度偏快，二速呢普水偏贼啊，这也是见仁见智的。有人喜欢拉球的速度啊，那么你超水可能更适合你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旋转呐、二速加速的这种感觉，肯定是普水更好一点。这正手啊，这个国套奔腾，其实我已经说过多次了啊。这个蓝海绵国套，简单的再跟大家提一嘴啊，我现在很多拍都换成这个奔腾国套和国特助。主要原因并不是说它比蓝省、比蓝国这个狂飙要好打，主要是好使、好打理啊，不爱氧化。然后呢，对油依赖性没那么强，刷一遍油挺的时间非常长。相对来说呢，就是懒人的福音啊。你说我拍比较多，你就是有的时候原来就是刷完蓝省、蓝国，你放那打个2、3次，哎，又得刷油了。这个呢不存在这个问题啊。相对来说呢，挺的时间长，或者说它和狂飙相比，同样在缺油的情况下，那这个的感觉要更好一点。40度啊，就说到这儿。主要今天呢是谈一谈这个38奔腾国套38度啊，那么这个肯定是针对红双喜这个37柔省套或者是这个尼奥成省的38度啊，瞄准这个的。实际从整体的特点来看呢，我觉得啊，因为我打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介于尼奥成省38和尼奥成省37柔之间这么一个差。那么顺带说一说，这个尼奥成省38和尼奥成省37柔这二者海绵差了1度，大家都知道。那实际打起来的区别呢？我觉得37柔从胶面这个角度来讲更偏摩擦一点，38度呢尽管它硬，其实它的出球更快一点，或者说借力更好一点。也就是说，尼奥成省38明显要比37柔快，37柔呢更转。那换个角度来说，那尼奥成省37柔就更考验你的发力水平啊！你一般的水平打狂飙反手，我都觉得不太适合。那如果你非常喜欢摩擦，主动发力能力还可以，你尝试狂飙的时候呢，38度要门槛低一点啊，37柔确实是它稳，弧线好也转啊，但是呢对你的发力要求更高。那么这个呢387290这38国套啊，这是红海绵啊，这个颜色其实真是无所谓，那你愿意做什么颜色就做什么颜色，也不代表着这个像狂飙似的，蓝海绵就比长海绵贵啊，不存在这个问题，不是蓝海绵就一定好，各个厂家你愿意染成什么颜色就染成什么颜色。这个我刚才讲，介于尼奥成省37和尼奥成省38之间，整体来看呢，它还是偏摩擦的一款套胶，通透度介于它俩之间，摩擦我觉得也是介于它俩之间。实际性价比整体来说还不错啊。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是刷了1遍油，在这个普水上，我觉得有点硬，后来我就刷了2遍呢，在超水上，哎，我发现有好转，于是我就把这个普水这个撕下来，我又补了1遍油，哎，补完之后，就单纯从38度奔腾放在这2块板上的感觉，普水的感觉要稍微好一点。
就更通透一点。这个呢相对来说硬一点啊，因为这个板子这个面材或者是外边焯水是比苦水要硬的啊，所以说这打起来有点硬碰硬那种感觉。但是它确实借力更好，速度更快，只是从手上的感觉来说，它的反馈并没有苦水那么多。那么说一下中小力量下，其实跟狂飙的38、37实际差不多啊。就中小力量下，如果你使劲儿，我不使劲儿，我顶你大板没有问题。我主动发力，你防啊，我感觉也很爽啊。比较难受的就是你借力，我也借力。你比如说你使的踢力套，我使的就是729这个国奔38度，那我借力，咱俩同样不太使劲的情况下，那我的手感反馈比你要少很多，就不通透，打着很闷。但是呢，刚才讲的你发力也行，我发力也行，只是说咱俩都不发力的时候，这个手感会差一点。所以我建议咱们球友这个东西，首先呢，它摩擦比较好，支撑是很够啊。这玩意儿我都觉得不次于D6C的这个支撑啊。确实，你退台也好，你主动发力也好，你给它完全打透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说它这个支撑呢，基本都达到了上游的水平，都不是中上游啊。一般球友你发上力之后，它都能撑得住，你很难摸着它上限。那主要就是你反手的框架，你首先你得偏摩擦，别老弹击了，老贴防了，这种你肯定使它不会好用啊。主动发力多，然后主动的摩擦多，比较注重球的旋转啊、弧线来牵制对手啊。这种球友，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尝试尝试啊，价格也不过100多块钱，比这个37柔还是要略便宜点，而且比37柔呢刷遍油的持续时间也要长点。关键耐造这个东西吧，它轻易不氧化。我主要喜欢的这点，因为咱们业余球友啊，说点题外话，咱们选择器材的时候，第一呢可能是价位，是不是啊？你即使再好使，你贵我就不买了，对吧？第二呢，就是有的很多人我不想刷油，或者说我不想频繁的刷油，比较懒，谁有功夫老伺候它，是不是啊？这时候呢，你奔腾啊比狂飙稍微有点优势。再一个呢，就是我不想打理它，打完我就往包里一扔，我偶尔我擦一擦。你像狂飙，你打2天就得瞅瞅，哎呀。别氧化了，涂点营养液吧，保养保养啊。这个奔腾相对来说依赖性就会差一点，这是奔腾和狂飙的优势所在。但是狂飙有狂飙的优势，狂飙的支撑还是比整个奔腾系列的支撑要好。就是你发力好，或者是专业运动员，你打还是狂飙要好一点。但还是那句话，咱们业余球友在选择器材的时候，肯定是要考虑多方面因素。那么专业的呢，可能就是我以性能优先，是不是？打坏了我再换，我就要它好使。过2天内能没了，我就不要了。你氧化了，我不要了。再一个，他们也不太容易氧化，是不是？天天打就不太容易氧化。咱们有的人1周打一回2回，是不是？确实你打理起来比较麻烦，这也是我选择奔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吧。好，这就是本期的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